前几天呢，我还做了一个关于香港券商开户的一个大总结，但是这几天呢，就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里面有一些券商已经开始变化了，从存量证明转变为需要海外生活证明才能开户，但是这个是仅仅针对中国内地居民的。那么海外生活证明你能办到的，一般来说最简单的就是香港驾照，香港驾照和中国内地驾照是有个互认换领协议的。那么如果说你找黄牛办的话，大概是1300块人民币左右，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本次视频的话，我想讲两个券商，这两个券商呢我自己用过，有一个呢我还是经常在用的，所以说呢这两个券商呢目前还是能开户，但是我不保证未来能不能继续开户。那么先介绍第一家券商，第一家券商的话其实也是立足于香港的一家券商，叫卓瑞证券。这家券商的话，如果说你只有香港银行卡的话，那么出入境还是很方便的。它持有的牌照呢是香港证监会颁发的12459类牌照。那如果说你入金的话，目前还是有奖励。那比如说入金1万港币的话，那么它就是送你股票现金券400。当然，这个现金券不是一张400，是可能拆分的。那么入金5万的话，港币就是800。那么15万的话就是1200。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给力的。如果说要开户的朋友呢，可以这边直接扫码开户。好，另外再提交一点，就是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家券商会不会不靠谱，或者说怎么样子。其实呢，从使用体验上来说的话，我自己用过，其实没什么太多区别。那么从佣金上来说的话，这边有个对比，卓瑞账户跟富途、老虎、长桥的对比啊，相对来说的话，长桥在性价比方面还算比较不错。那如果说你追求这个又能开户又有性价比的话，这家券商也是可以的。那卓瑞账户的话，这个平台费是10港币啊，这个别的券商的话都是15港币，是吧？那这边有个举例，如果说买卖5万港币股票，那么卓瑞的话收10港币，其他的话30啊15左右，对不对？那免用的话基本上都是免用的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平台费的话要比长桥便宜5块钱。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港股打新的时候，利息呢是零利率啊，这个是一般地方做不到的。好，扫码进来的话，开户其实这个教程呢我就不做了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扫码进来之后啊，这边有一个地方，然后呢直接填写你的手机号码或者邮箱也可以，然后呢就是进入之后啊，就提交这个身份证明啊、住址啊一些详细信息就可以了啊。住址并不是需要提供一些证明的，只是填写。那么我曾经呢，我还写过一篇文章，是关于这个的开户教程以及使用里面的一些羊毛如何去薅羊毛的。那么我提及一点，就是它与其他券商最不同的一点，就是它里面的设置这个交易密码是必须要包含字母的啊，不像其他的交易密码都是这个纯数字啊。这家券商呢，应该算是互联网新势力券商里面你为数不多目前还能开的券商。那如果说有不懂的问题呢，还可以扫码入群咨询啊，这个群二维码是不会失效的。里面呢是有工作人员。那么关于这篇文章的话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说明区下方。好，再说第二家券商，这家券商呢其实是我一直在用的家美股免佣券商啊。我先说这个免佣吧，美国那边有很多免佣免平台费的券商，那你这样想是不是很划算啊？比刚才那个卓瑞证券是更划算，刚才那个还要收10港币的这个平台费啊，这家是不用收个平台费的。没错，在美国的话是有很多券商都是免佣免平台费的，甚至是没有平台费这个说法的，就是免佣金。然后呢，这家券商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？就是因为它适合美卡用户，所以说很多人是没有美卡的，没有美国储蓄账户的。那么如果说你只有港卡账户的话，你不得不从香港电汇到这个美股券商。那么电汇一次的要多少钱呢？看银行啊，不同的银行不一样。如果大银行之间的话就没有中间行费用，如果说有中间行费用的话，可能上到这个$80左右单笔啊，无论你汇款多少金额都是$80。那如果说你这银行比较大啊，大银行之间汇款的话，可能只需要这个30、50啊，更便宜的可能是2多，这个每个银行不一样，收费规则。所以说入金的话是一个问题啊，所以如果说你有 YS 账户的话，你先把钱弄到 YS 上去，然后 YS 通过这个 ACH 转账，那个是可以免费出入金的。那么我自己本人的话都是通过这个 ACH 免费出入金。今天刚好有个朋友问我，限额每日转账出入多少钱？其实它是分单笔的，单笔出入金的话是5万美元啊 ，ACH 5万美元，ACH 出入金是免费的，完全免费的。而且我说一下会有点
股票和 ETF 免用，期权不免用啊，这边写错了 ，ETF 是免用的，期权不免用啊，注意，它不是说完全不赚钱，不是做慈善家的，期权融资交易都是要收钱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啊，看到这个自主佣金啊，自主交易啊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这个股票和 ETF 每笔交易0元，交易无限制，免运交易，这个没错，真的啊。但是期权呢是要收费的啊，0.99美元每张啊，这个的话你自己看啊，也有这个可以买套餐啊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怎么做期权，所以说各位自己去衡量一下。那么还有融资利率这边也是有的，融资利率呢这个是这个价格啊，那么总不能说人家天天给你免费吧，是不是啊？总要赚钱，所以说这个融资率的话自己看着办啊，你要需要融资就融资啊。好，再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转账费用啊，你转账进来是没有问题的啊，这个是看你自己的银行了。那如果说你要从券商出金啊，怎么出去呢？电汇出金，美国境内啊，美国境内也有这个 Y 这个电汇这个方式的啊，25美金一笔。那电汇出金国际的话，比如说出到香港啊，这个是50美金一笔，所以说这个成本大家考虑好啊。好，另外我讲一下这个关于入金和奖励的问题啊，我的建议是入金是3050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建议入金是3050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说你入金不到3000的话，你就算3000好了，万一你买股票今天亏了呢，浮亏了呢，你可能日均资产不达标到3000，你会被收取行情费，可能10美元、15美元，我没有被收过，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知道是有这个行情费的。在美国很多券商都是会收取一种小额账户的行情费，所以说你一定要保持日均3000以上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要3050。那么如果说你刚好3000的话啊，这边也是一个门槛啊，比如说你3000不到只有20美元的奖励，3000以上的话是40，是不是？那1万的话就是150。所以大家自己做好这个调配啊。如果说汇款1万的话，收你80美金这个手续费的话，其实相当于是收了0.8%，我觉得也还可接受。好，另外说明一点啊，如何通过电汇为我的账户注资啊？这个其实里面也有这个客服，那么你可以联系一下。我这边想说明一点啊，这家券商是不参与任何的 CRS， 因为它是在美国的，美国不参与 CRS 啊。未来加不加入我不知道，但是目前来说不参与啊。而且它的清算商呢是 APX 的啊 ，APX 就是完全是在美国是非常知名的一家清算机构。好，我这边问了一下 AI 啊 ，APX 是美国知名的清算机构嘛啊，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明啊，这个管理超过1230亿美元的资产。那么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呢也是用这家，其实我还知道一家非常有名的券商，它也是用这家清算机构的。那么这边的话有个争议啊，这有争议的话其实也无可厚非啊，因为当时的这个叫 GameStop 事件啊，那个散户买了很多这种股票啊，所以说逼空了啊，这个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情，所以说呢这种极限情况我就不做讨论了。好，再说一下 CRS 的问题。其实很多朋友跟我讲，我直接开盈投证券账户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其实也不是啊。盈投证券的话，其实在各地的话它是有分的啊。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开这个盈投美国，有些时候开的是盈投香港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这边在问 AI， 如何知道我开的是盈投美国而不是盈投香港呢？这个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啊，这边跟你罗列了很多。第一个，他这边让你检查账户开立时选择地区啊，什么监管信息啊，这些都没什么用啊。我个人的经验呢是什么呢？是很多人呢，就是他有港卡，然后呢开盈投证券，盈投证券呢刚好在香港呢是有一个独立的实体牌照的，然后呢他可能绑定连接的是这个港卡。其实在发现没有，那就是说我们在美国说注册 PayPal 啊，注册什么很多 Pay 啊，都是通过支付方式来验证你的身份的。比如说我们驻区美区的这个 PayPal 啊，其实它也不会验证你的身份证。一般来说也不太会立马验证你的护照信息，它可能会提前先验证你的这个银行卡信息啊。银行卡是在美国的，那就代表你是美区的，就这个点啊。包括 Apple ID 也是这道理。所以说呢，我更多的认为是这个通过支付方式、入金方式、出入金方式来判断你这个所在地区的。那所以说呢，你应该确定一下，你开的是盈投美国还是盈投香港？那盈投香港的话，肯定是参与 CRS 的。那如果说盈投美国的话，它其实是跟盈投香港是既有连接，但是呢又是独立的主体，相当于7个葫芦娃，每个葫芦娃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们都是葫芦娃，这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么我再说回来，什么问题呢？这家券商，我自己这用这家券商，其实也是不参与 CRS 的。但是呢，我不是说不参与 CRS 你就能避免这个税务问题，只是说信息没有发生交换，但是呢
按照税法的话，其实你还是要主动申报海外收入。好了，另外不多说了啊，有朋友的话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我自己用的东西呢，一般来说我总不可能自己害自己吧。只是呢，我不是经常拿出来提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家券商呢，老是大家觉得好像是小券商，其实呢我用了好多年了，问题只发生过2回宕机啊，其他都没有问题。